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Fluent Chinese Podcast， 我是安然。大家好，我是俊杰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俊杰，我们今天聊点什么？我感觉你好像有话想说。安然，你真是我的肚子里的蛔虫，肚子里的蛔虫。哈哈，怎么了？我昨天在咖啡馆写东西的时候，旁边坐了两个看起来像刚来中国不久的留学生。他们在聊什么？他们在用中文聊天，非常努力。我忍不住听了一会儿。听别人练习中文很有意思。是啊，然后我听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句子。一个男生说，我上个周末去了长城，非常累。后来我打算这个周末去故宫。哦，我上个周末去了长城，后来我打算这个周末去故宫。对，我一听就觉得，这个后来用的好像有点奇怪。为什么你觉得奇怪？因为他说的是这个周末的计划，是未来的事情。但是我模模糊糊记得，老师好像说过，后来是用于过去的。俊杰，你的语感越来越好了。你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，而且极其普遍的问题。真的吗？所以那个句子是错的？是错的。他把后来和以后完全搞混了。我就知道，但我又说不清楚到底哪里错了，也想不出来正确的句子应该怎么说。这太正常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能意识到后来和以后的区别，是 HSK2 升到 HSK3 的一个重要标志。是吗？当然，在 HSK1 和2，你只需要知道昨天、明天、现在。但是到了 HSK3，你需要开始描述事情发生的顺序。没错。这时候，后来 后来和以后 you how 就像两个拦路虎拦路虎挡在了大家面前。拦路虎 Tigers blocking the road。 哈哈，对，就是指一个很大的障碍。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学生都在这两个词上犯过错。那太好了，我今天必须得把这只老虎打败。没问题，我们今天就来一场打虎行动。好，我们就来彻底解剖一下以后和后来，看看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。我们不仅要学会它们的意思，还要学会怎么用，怎么造句。我准备好了。give you 好，我们先来说那个留学生用错的词后来。你记住，后来是一个讲故事的词，它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。只能是过去吗？只能是过去，100%的过去时。它永远不能用来谈论未来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后来等于过去。Vantage 与 why do 对。当你按时间顺序讲述一个已经发生的故事时，你想说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又发生了什么，你就可以用后来。它的意思是 afterwards 或者 subsequently。没错。我举个例子，我去年刚来北京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非常焦虑。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好朋友，他帮我介绍了一份工作。我明白了，来北京是过去，焦虑是过去，后来遇到的朋友也是过去发生的事。完全正确。再比如，他们俩上个月吵架了，吵得很厉害。后来那个男生主动道歉，他们和好了。都是过去的故事。Luyan tapped home 好，现在轮到你。你试着给我讲一个你昨天发生的小故事。比如，你昨天先去开会，然后做了什么？我试试。我昨天下午开了一个很长的会，后来
我跟同事去吃晚饭了。4 SUA LO 与 MO LONG 非常好，这个句子是完全正确的。开会是过去，吃晚饭也是过去。你用后来把这两个过去发生的事件连接起来了。耶！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后来和你学过的然后 renew 有什么区别？然后？对，你刚才的句子能不能说我昨天下午开了一个很长的会，然后我跟同事去吃晚饭了？好像也可以。没错，也可以。那他们俩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我更糊涂了。别急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的第一个重点，这是 HSK3 最大的难点之一。我在听。然后 renew 意思是 and then， 它强调的是两个动作紧密相连的顺序。紧密相连？对，一步接着一步，中间没有很长的时间间隔。比如你教别人做饭，你先把鸡蛋打到碗里，然后放一点盐，然后你开始搅拌。我不能说你先把鸡蛋打到碗里，后来放一点盐。绝对不能，因为你放盐是立刻要做的下一步。你用后来听起来就像你打完鸡蛋，过了2个小时才想起来放盐。我懂了。然后是 Step 1 Step 2 Step 3。非常准确。然后是流程图 Lyle Control 是步骤。再比如我早上起床先刷牙，然后洗脸，然后吃早饭。明白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强调的是故事性，它连接的2个事件中间通常有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间隔。比如我们刚才的例子，他们俩上个月吵架了。如果你用然后他们俩上个月吵架了，然后他们和好了，这听起来就像他们刚吵完1秒钟，立刻就和好了。这不太可能。对，所以我们用后来他们俩上个月吵架了，后来可能过了几天，可能过了1个星期，他们和好了。后来暗示了过了一段时间。没错，所以后来是讲故事，然后是说步骤。我再试试。比如我讲一个电影，电影刚开始，男主角很穷，后来他努力工作，成了一个有钱人。这里用后来对吗？非常完美，因为他变有钱不是下1分钟发生的事，而是过了很多年。那如果我说男主角走进房间，然后他打开了灯，这里用然后对吗？完全正确，因为这是2个连续的动作。如果你用后来男主角走进房间，后来他打开了灯。哈哈，那他可能在黑暗里坐了半个小时。没错，你现在彻底明白了。然后可以用在过去，我昨天先吃饭，然后看电影，也可以用在未来，我明天先上班，然后去健身。但是后来只能用在过去。总结一下，后来是过去的大转折或后续故事，然后是过去或未来的下一步。总结得太好了。give you 好，我们打败了后来。现在我们来看以后 you how。以后最主要、最常用的意思就是指未来，它的意思是 in the future 或者 from now on。好的，这个是未来。2 Vantage 与 why do， 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咖啡馆的句子，我上个周末去了长城，后来我打算这个周末去故宫。这句话的后来用错了，因为这个周末是未来。那他应该怎么说？他可以把后来去掉，直接说我上个周末去了长城，我打算这个周末去故宫，这就可以了。
那如果他想用一个词来连接呢？它不需要连接，因为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未来，是两个独立的事情。明白了。那以后怎么用呢？以后单独使用时，就是指从现在开始的未来。比如，你迟到了，你跟老板道歉，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。I will never be late again from now on. 对。再比如，你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我的汉字写得不好看，我以后要每天练习。我以后想去中国留学。San Luyan Tapting Home 太棒了，完全正确。好，你来练习一下。你最近有什么不好的习惯，想以后改掉的？我最近总是睡得很晚。我可以对自己说，我以后不能这么晚睡觉了，要早睡早起。4 SUA long 与 MO long 非常地道，这就是以后最标准的用法。好的。那么，第二个难点又来了。你肯定还学过一个词，叫将来 G only。对，将来也是 future 的意思。它们俩有什么区别？问得好。以后和将来都表示未来，但在语感 you can 就是 vibe 上有很大不同。有什么不同？以后 you how 是一个很口语、很常用的词，它可以指任何未来，近的未来、远的未来都可以。比如，你以后别忘了关灯。指几分钟后的未来，我们以后还是朋友。指一生的未来。好的，以后很灵活。但是将来 G only 通常指比较遥远的、比较重大的未来，它更书面语，更正式一点。遥远的、重大的未来。对，通常和你的人生、事业、国家有关。比如，你问一个孩子，你将来想做什么工作？这里用将来比以后好。对，你问你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也可以，但将来更有人生规划的感觉。再比如，你现在好好学习，将来才能上一个好大学。懂了，是指十几年后的事情。没错。再比如，科技将来会改变我们的生活。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。在这些句子里，用将来就比用以后更合适，更大气。我试试。如果我说，我等一下要去超市，我可以说，我将来要去超市吗？哈哈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将来是指很远的未来，但你只是等一下 a bit later 就去。你只能说，我等一下去超市。那我以后要去超市呢？也很奇怪。这听起来像是，你去超市是你人生的一个未来计划。我彻底懂了。将来等于宏大的、遥远的未来、人生、事业。以后等于比较近的、日常的未来、习惯、计划。等一下等于立刻、今天的未来。总结得非常到位。give you 好，接下来是以后的第二个用法，这也是它和后来最容易混淆的地方。它还有别的用法？对，以后可以贴在别的词后面，组成一个结构，一个动作，一个时间点，加以后。这个我见过。这个结构的意思是 after doing something at certain time。在之后。vantage 与 why do 这个结构最厉害的地方是，它既可以用于过去，也可以用于未来。什么？它也可以用于过去？那不就和后来一样了吗？这就是关键，它们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来看例子。用于未来，我下班以后去健身房。I will go to the gym after I get off work today。下班是未来的事。用于过去，我昨天下班以后去了健身房。
I went to the gym after I got off work yesterday. 昨天下班是过去的事。哇，真的都可以用。你看，它和后来的区别是，后来是单独使用的，它前面没有别的词，它自己就是 afterwards， 以后必须贴在别的东西后面，它是 after x。我好像懂了，后来等于 afterwards， 开始一个新句子，以后等于 after x， 连接两个句子。你的总结能力太强了，完全正确。所以我不能说我昨天下班，后来我去了健身房。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啊，我又错了。你没错，这两句话的意思几乎一样，只是结构不同。句子 A， 我昨天下班以后去了健身房，用以后结构句子 B， 我昨天下班了，后来我去了健身房，用后来讲故事。哇，这太有意思了。它们的区别是，句子 A 用以后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句子 B 用后来更像在讲故事，强调时间的先后顺序。我需要时间消化一下。3 Luyan tapped in home， 我们来练习。你想表达 After the meeting tomorrow, let's go get coffee。 明天开会是未来。我们明天开会以后去喝咖啡吧。完美，100分。你能不能用后来？我们明天开会，后来去喝咖啡吧。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后来只能用于过去，明天是未来。啊，我记住了，这是最重要的规则。对，以后结构可以用在未来和过去，后来只能用在过去。好的。4 SUA long 与 MO long。 好，我们再扩展一点点。你刚才说以后是在之后，那你知不知道以后 you how 和之后 才 how 有什么区别？这两个词难道不是完全一样吗？下班以后和下班之后。在 90% 的情况下，它们是可以互换的，意思几乎一样。那 10% 的区别是什么？以后 you how 更偏向口语，日常聊天用的非常多。之后才 how 稍微正式一点点，更常用于书面语。比如你写一封正式的邮件，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们将发送会议纪要。这里用之后就显得很专业，用以后也可以，但之后更好。明白了，口语用以后，书面语用之后。还有一个小区别，以后还可以表示 from a time onwards， 从开始。比如，从今以后我会努力工作。From today onwards， 这里你不能说从今之后。这个太难了。没关系，这个是 HSK 4-5的内容了。你先记住，在 HSK 3，动作加以后和动作加之后基本一样。下班以后等于下班之后，吃饭以后等于吃饭之后，你用哪个都对。好的，那我就先用我更熟悉的以后。完全没问题。谢谢你，安然。我现在理论上全明白了。后来是过去的后续故事，以后是未来的计划，以后是在之后，过去未来都能用。没错。但是我还是担心，就像我一开始说的，我知道规则，但我在说话的时候还是会卡住 causal。 我明白，从知道 Sidale 到会用 we on， 中间有一条很长的路。对，我怎么才能把这些知识变成肌肉记忆 gyro G 呢？问得好，你必须强迫你的大脑去使用它。我给你一个我独创的练习法，叫故事链、gashi链和计划链 jiwa 链。
故事链和计划链。对，我们先练习故事链，专门对付后来。你现在立刻用后来给我讲一个关于你上周末的故事，至少要用3个后来。3个？现在吗？我上周六早上起床了，后来我去公园跑步了，跑完步很渴，后来我去了星巴克买咖啡，喝完咖啡，后来我就回家了。非常好，虽然这个故事有点无聊，但是你对后来的用法是100%正确的。你把过去发生的有时间间隔的事件串起来了。我明白了，这个练习强迫我用后来去思考。没错，你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这样说3句后来的故事，不出1个星期，后来就是你的了。好主意。那计划链呢？计划链就是用来练习动作加以后这个结构的。你现在立刻用这个结构告诉我你明天的计划，至少用3个以后。好，我明天早上起床以后，我打算先冥想10分钟。冥想以后，我就去洗澡。洗澡以后，我准备做一顿丰盛的早餐。完美，太棒了！你看，你把未来的计划用以后结构一步一步地连接起来了。这就是计划链。哇，这个方法太直观了。故事链练习后来、过去，计划链练习以后、未来。没错，这就是把知识变成肌肉记忆的方法。你必须说出来。安然，今天这节课真的太有用了。我感觉我彻底打败了后来和以后这2只老虎。哈哈，你当然打败了。你来总结一下，你今天学到的最重要的3个区别是什么？好的，第一个区别是后来和然后。后来是讲过去的故事，中间有时间间隔。然后是讲步骤，下一步立刻就做，过去和未来都能用。非常清楚。第二个区别是以后和将来。2个都是未来，但以后更口语，指的未来可近可远，将来更正式，通常指遥远的、宏大的人生未来。很好。第3个区别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后来和以后。后来 后来是一个词 ，afterwards 只能用在过去。以后 you how 是一个结构 ，after x 过去和未来都能用。俊杰，你总结的比我讲的还好，你已经完全掌握了。谢谢你的鼓励。那么，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我们今天也给你们留一个作业，就是俊杰刚刚练习的故事链和计划链。大家一起来练习吧。请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用我们的方法写2个小短文。第一个是用后来 how 来给我们讲一个你上周发生的小故事。第二个是用动作加以后结构给我们讲一下你明天的计划。我们会认真看每一个人的作业的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Fluent Chinese Podcast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